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钨最耐热的金属单质，其熔点呢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啊，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纸也是烧不穿的。同样的道理，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再生冷却、屏蔽冷却和膜冷却、蒸腾冷却、烧蚀冷却和辐射冷却。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液体甲烷、煤油、液氧之类。煤油咱就不说了，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不是很妙吗？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呢，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预升温了一把。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那么这些由燃料监制的冷却剂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兜圈圈的呢？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管束式结构，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 F1 发动机，它将铜管、镍铬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层那样，十分美味。不是十分有效。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啊。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比小的矩形管子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再说洗槽式结构，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用数控洗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并排的冷却槽道，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采用的是洗槽式，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焊在一起制成的。它的效果有多好呢？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呢，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用手去触摸，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哦，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冰火两重天，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好，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波纹板结构。这个咱们熟悉啊，不就是从瓦楞纸那边借鉴的吗？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认真、仔细、严谨地学习了一下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当然，它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一半的冷却剂不能与内壁接触，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好了，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屏蔽冷却和膜冷却。严格来讲，它们应该是2种不同的冷却方式，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剂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之后充当的临时工，直接喷向内壁，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或者是低温蒸汽膜，来隔绝高温燃气传向内壁的温度的。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注器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而后者是由贴着内壁的专门的冷却带来喷的。总之，两者的效果都不错，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梅林 1D 发动机了。好，蒸腾式冷却，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主动式散热方式。
冷却剂通过内嵌在燃烧室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渗入到推力室的内表面上，吸收热量蒸发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蒸汽膜是一重，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重吧。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温度最高、压力最高、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烧蚀冷却。说白了，就是把采用烧蚀材料制成的内衬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这些烧蚀材料通常是由碳纤维、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并分解生成气体。这些气体在渗出后，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凯夫拉果然是劳模啊！不仅保护人体，还能保护火箭，值得钦佩。不过缺点嘛，就跟你穿上防弹衣会拉低运动分一样，这种烧蚀冷却，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也穿上一层衣服，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但它便宜简单啊，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固体发动机上，那是极好的。好了，终于说到最后一个辐射冷却了。这种冷却方式一个词就能够总结：硬扛。是的。它啥也不用，推力室就只是一层薄薄的金属制成。当然，这些金属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尼伊、莱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方法是这样的：燃气向内壁传热，使得推力室的室壁温度升高，同时室壁向外界环境中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最终室温达到热平衡，壁温达到稳定值。这个时候的室壁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这种方式通常是用在热通量密度较小的部件，如大膨胀比的喷管的扩张段、小推力单组元发动机的推力室等等。猎鹰9号2级上的梅林 ED 发动机采用的就是这种辐射冷却，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合金，甚至拿剪刀就能够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收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好了，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呢，都不太可能只使用单一的冷却方式。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一些组合，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哪吒的风火轮很厉害，于是就被直升机的旋翼给盯上了。你看这个视频。这是一架生产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轻型直升机，叫做希勒大黄蜂。在它旋翼2个对称的翼尖呢，分别装着一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当它们工作起来之后，就替代了中间的那根驱动轴，从两边把旋翼推着转起来了。这样的好处有什么呢？一个是大大简化了传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其中有包含2个部分。首先是以往那个需要将发动机的动力传输到主旋翼上的复杂传动机构可以被扔掉了。其次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主驱动系统，原本是压到机身上的反向旋转力矩也消失了，连尾桨都不需要了，动力系统简化到了极致。于是随着动力系统的简化，第2个好处也就浮现出来了，操纵系统自然也能够做得更简单啊。据说学开直升机呢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同时去操纵很多的东西。像我这种运动协调能力本身就不咋地的人，肯定是搞不定的了。但这种风火轮式的直升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救星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风靡上个世纪50年代的喷气旋翼式直升机，看看它们都有哪些代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以及它们就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今天呢？其实吧，代替中间的主轴，把螺旋桨从边缘推着转起来呢，是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早在1900年呢，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过了。限制它的主要还是技术，因为那个年代的螺旋桨通常都还是木质的，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带有燃烧室和众多管线的喷气式发动机埋进去，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度呢？于是大家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终于在2战之后才等到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且还产生了2种不同的路线的。苏联的和美国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要不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装上螺旋桨。苏联人认为，我可以啊，于是他们就把完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给装上去了，显然没有成功啊，因为薄弱的旋翼实在是撑不起发动机啊。即使在数次改进之后呢，也只能以较低的转速运行。一推油门，旋翼要么就被过载扭成了麻花，要么就跟压气机发生了共振，整个被甩了出去。总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啊！美国人就没有这么走了。既然苏联帮我们排除了一条死胡同，那我们就换条路走啊！
他们于是就将发动机还是留在了原来的机身上，只是将他们工作时产生的高压空气输送到了旋翼的尖端，在这里要么就是直接被喷出去产生推力，成为冷间喷射，要么就是再加个燃烧室跟燃料混合点燃后再喷出，成为热间喷射。总之都会比把发动机整个装到翼间要现实的多，也容易控制的多了。所以就真的出现了几架正儿八经的喷气式直升机出来啊，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在这儿呢，我选了2家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架是麦克唐纳 XV1，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垂直起降飞机所受到的速度限制。直升机呢是可以垂直起降，但是它的速度呢却只能被限制在209公里每小时之内。这是由于一种叫做后退叶片失速的现象所造成的。当旋转起来的旋翼往前运动时，它会从中间被分成2个部分，旋翼方向和前进方向一致的那一半叫做前进叶片，而旋翼方向同前进方向相反的那一半呢叫做后退叶片。我们都知道，直升机的升力呢来源于旋翼相对空气运动时所产生的上下表面压力差，这就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所以当前进叶片和吹过来的气流有着更高的相对速度后，它所产生的升力就大过了和气流相对速度较小的后退叶片了。于是，一边抬高一边降低，直升机开始侧倾了。当直升机前进的速度接近后退叶片向后移动的速度时，这一部分的升力将彻底损失，导致完全的失速，通常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是个物理规律，你只要是想用到旋翼来既上升又前进的话，就一定是免不了的。那这样行不行啊？顶上的旋翼让飞机可以垂直起飞，机身两边再伸出一段机翼来提供稳定的升力，同时呢，用后面的螺旋桨来产生推力，不就好了吗？对的，你看 XV1 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它前半部分看起来就是个比较正常的直升机，后半部分呢，则像是把一架 P38的尾巴给截下来粘上去了一样。工程团队在看到这个玩意儿后呢，就陷入了沉思。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台发动机就把这一上一后2个螺旋桨给推动呢？因为他们想要速度，所以就必须要减重嘛。用2台发动机是万万不可的。这个时候，团队中的奥地利人多布尔霍夫就冒出来了。他是谁啊？他是在2战期间就已经成功的造出了第1架翼间喷气直升机的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用卡车拉着样机和资料，和工作人员一起从苏军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往西撤退，最后就在德奥边境向美军投了降，所以他和他的样机都归了美国。他自己也在战后加入麦克唐纳，成为主持设计 XV1 的人了。既然是他主持的，那 XV1 必然就会使用他所得意的翼间喷气推动了。而实际上呢，这也是这架飞机在只使用1台发动机下的最优解了。它是这么工作的：在起飞和降落阶段，安装在 XV1 上的莱特 R975旋风活塞式发动机会主要用来驱动2台空气压缩机。被压缩后的空气呢，会进入到3片桨叶尖端的燃烧室里面，跟燃料混合燃烧后快速喷出，推动旋翼旋转产生升力，以支持 XV1 的垂直起降过程。慢慢的发动机输出的比例呢会朝推进螺旋桨倾斜了，直到最终完全就跟压缩机断开，以全部的力量来推动飞机前进。同时呢，旋翼进入了自由旋转阶段，成为此时次要的升力来源，大约只会提供15%，剩下的大部分升力就交到机翼的肩上了。这个项目从1951年开启，到1954年首次悬停测试，再到1956年创下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纪录，翼间喷气旋翼技术在其中功不可没啊。它实际上也算是该技术的首个实际应用了。麦克唐纳后来还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120空中起重直升机上，但由于一直推销不出去，就放弃了。那么 XV1 后来的命运如何呢？军方觉得还是贝尔提出的轻转旋翼方案更有吸引力啊。他们更喜欢 XV3， 也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为 V22 鱼鹰的那个原型机了。的确，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都比只用了1台发动机勉强拉动2个螺旋桨的 XV1 强多了。喷气旋翼在它面前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但它辅助也就罢了，想要成为扛把子还真是差一截啊！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2款机型了，西科赛斯的改款 S55。它上面也装着翼间喷嘴，只不过呢，思路跟前面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啊，并且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霸气名字——火箭旋翼。简称 ROR， 它之所以敢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有燃料罐，它位于旋翼主轴的顶上，里面装着90%的过氧化氢；有燃料供应系统，通过离心泵的方式将燃料加压输送；
有火箭发动机，它位于旋翼的尖端，在接收到输送过来的燃料后呢，它会用里面的金属催化剂将过氧化氢快速分解为氧气和蒸汽，并从喷嘴里面喷出，产生推力，简直跟火箭一模一样啊！并且你也看出来了，它基本上就是个外挂，是附加在直升机原本的动力系统之外的，所以可以有选择的使用，比如重载情况下的起飞，更快反应速度下的起飞，高海拔低气压下的降落等等。其他正常情况下我不用也是可以的嘛。军方之所以想要这样改造 S55呢，就是由于他在之前的战况下遇到过这些问题嘛，所以可见改造和测试都是达到了目的的。但是这样一个好用的系统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普及过，为什么呢？没有相关正式的资料来介绍过啊。但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大家都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把一个装满了如此危险的化学品的罐子绑在脑袋上拼命摇晃，真的好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U2 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为了减重啊，它只保留了机腹下面2个排成一条线的起落架。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给它组上拐棍呗，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它又被叫做高翘，非常形象，有没有？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它给扔下了。好吧，可是降落呢？没关系啊，有超跑来伺候。从庞蒂亚克 GTO 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 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气式舰队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0加速到160，才能在 U2 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听上去呢，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啊，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它几乎起到了 U2 飞行员眼睛的作用。跟在离地只有3米不到的 U2 后面，这辆肌肉车呢，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它还有多少高度，它的机翼是否水平，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一直要等到 U2 彻底停稳，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可以说啊，从起飞到降落 ，U2 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而且还是在条件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所以你肯定认为把 U2 搬到海面上，让它从既不宽敞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但实际上啊，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 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所以它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是怎么实现起降的，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先说原因啊， U2 最初的航程呢，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仍然是够不过去的。于是他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把 U2 放得更近一些。比如记录在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起飞的。但 U2 的运营方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得很啊，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早在1957年，仅仅在 U2 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事实证明啊，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因为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用 SA-2 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 U2， 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美巴关系陷入恶化，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1960年之后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关键是怎么做呢？用航母啊！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翼展超过了40米的 C-130大力神运输机。既然它都能上舰，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德的传奇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询问这位设计了 P-38闪电、SR-71黑鸟以及这架 U-2
蛟龙夫人的臭鼬工厂灵魂人物，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约翰逊想了想，回答说，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吃了这颗定心丸的中情局决定大干一场，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计划分为2个部分，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前者由洛克希德负责，后者由中情局负责。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阻索的尾钩，而后者呢，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他们从 NASA 那边找到了灵感，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这种故事多了去了，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德那边。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 U2 呢，被称为 U2G。第一个改变，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以承受左舷式的冲击力，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1半。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甲板时的撞击嘛。接着，第2个明显的改变是，洛克希德把他们为 T2V 海星喷气教练机安装的制动尾钩呢，改装到了 U2 身上，并在 U2 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量，以更好的承受当它抓住航母拦阻索时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然后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才会被丢弃掉。既增加了机动性，也增加了保密性。再有U2G 呢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倾倒燃油的，或者是当它正在接近载有太多舰载机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变得不那么危险。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缘的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使 U2 立刻失速，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中情局对这项设计赞许有加，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阻索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1.5到2英寸的拦阻索，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传递到机身上的震动。好了，设计的再好呢，也要用测试来验证嘛。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1964年2月，3架改装好的 U2G 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领航的是试飞员鲍勃·舒马赫，他之前呢就已经干过大事了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未经改装的 U2 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呢，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所以这次势在必得。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呢，他选中时机，果断地放下钩子，准备着舰了。毫不意外，拦阻索准确地挂到了钩子，但由于力量太大，机尾被拉了起来，使机头冲下，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速的皮托管。好在很快就修复了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舰测试呢都相当成功，甚至在2个月之后呢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密任务，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新核试验场上空侦察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任务相当成功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但这却是 U2G 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进入到1967年，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 U2R 投入使用，它的有效载荷呢是原来的4倍，航程是原来的2倍。中情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舰，而且为了节约空间，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嘛。几个方面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呢并不隐蔽，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掩耳盗铃吗？三是都有卫星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完全不怕挨枪子儿，用它不是更香吗？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 U2 了。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就不了了之了，留下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起飞的 U2 了，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挖掘机，我曾经思考过一个挺愚蠢的问题，当然是关于它的液压臂的。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都知道帕斯卡定律吧？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学到的关于流体静力学的定律。在座的还有几个人记得，请跟我一起回忆一下啊。讲的就是当我们对液体的某一个部分施加一个压强之后呢，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瞬间传遍液体的每一个地方。还是举一个例子最直观啊，这里有2个针筒被中间的软管连接着，里面已经被我装上了水。当我把其中一个针筒的活塞往里面推的时候，就等于是对针筒里面的水增加了一定的压强，而这部分增加的压强会立马被水给传了出去，作用到另一边的活塞上了，结果就是它被顶了出去。如果要用公式来表示的话，就是 P1 等于 P2。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液压设备的基础了，可以把运动有效的传递出去。同时不光可以传递，还可以加油添醋一番。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例子啊。这里又有2个针筒，不过大小却不一样。如果我把这个小的交到儿子手上，我能用自己手上的大活塞把他那边的小活塞给推出去吗？很显然，掰手腕我能轻松拿下，但是我的大活塞却怎么都推不动他的小活塞，而他的小活塞却能够很轻松的把我使出浑身力气压紧的大活塞给推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答案并不神秘，大家也应该还能够回忆起来。压强的公式是什么 ？P 等于 F 除以 S， 也就是压力除以受力面积。那么让我们把一开始那个帕斯卡定律里面的公式替换一下，就可以变成 F1 除以 S1 等于 F2 除以 S2， 看出来了吧？如果受力的面积越大，相应的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且它变大的比例正好是等于受力面积变大的比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用一个面积是1的活塞推动一个面积是100的活塞的话，是可以将使出的力反上100倍的。难怪啊，小活塞的直径是 9.2 毫米，大活塞的直径是 19.4 毫米，面积就是小活塞的 5.6 倍。不会吧，我连这小子力气的 5.6 倍都没有吗？不说这个了，你猜我想到了啥？想到了，如果我用这么一个小活塞来推动挖掘机上面的液压杆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先看我需要调查哪些数据啊？挖掘机液压杆里面的活塞面积。对了，挖掘机上面有好几个液压杆，选哪个呢？就选看起来最厉害的，能够拉动斗杆的那根液压杆吧。至于它详细的活塞面积，我实在是拿不准，就暂且根据图片和视频资料估计一个啊。如果你恰好是专业人士，麻烦指出我说的太离谱的地方哦。那么就给它一个120毫米的直径吧，面积算下来就是11304平方毫米。好了，第二个要知道的数据是我的小活塞的面积，这个我是准确知道的，52.8平方毫米。第三个要知道的是我最多能给小活塞多大的力量，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啊。那就直接拿一个现成的数据来替代一下吧，62公斤级男子抓举世界纪录的154公斤。于是啊，在经过液压系统的放大之后，这个力量就变成了32956公斤，能把斗杆拉动起来开挖吗？我随便选了 CAT 的一台挖掘机作为 PK 对象，查到它的斗杆的挖掘力是107千牛，换成公斤的话大约就是10700公斤。所以世界抓举冠军的确是可以用我提供给他的这个小针筒，毫不费力的徒手就让挖掘机工作起来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动是动起来了，如果我还想让它动的范围更大一些，就需要把液压杆推出来更多一些，对吧？我们来算算啊，想要把斗杆上的液压杆推出来1米长，我手上的这个针筒需要有多长呢？也就是小活塞的油缸需要有多长？214米。我的天啊，这个算算就可以啊，我已经彻底放弃要去做这个实验的想法了。那么我最后的疑问就是啊，既然用小活塞推动大活塞在挖掘机里面根本就行不通，那它又是如何来利用液压的呢？原来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液压泵了，一个能把液体加压后送到液压杆活塞缸里面的东西。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当然这只是几种液压泵里面的其中一种，只不过在挖掘机里面更常见而已。这种液压泵的名字叫做注塞泵，在它的内部装着很多可以旋转的活塞和油缸，然后由一个斜盘来控制这些旋转的活塞与油缸到底是沿着一个垂直的角度来旋转呢，还是沿着一个倾斜的角度来旋转。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当斜盘由垂直变倾斜的时候，活塞在油缸里面的行程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旋转它就会从一边把油液吸进来，再从另外一边把油液给压出去，实现增压的作用。经过加压的油液被控制模块分配后，就会进入到液压杆活塞的后面或者是前面，把它推出或者是拉回来了。
的确是比我手动要省事不少啊。但就在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已经释放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居然又挖到了一个宝贝。原来驱动挖掘机履带运动的不是我理所当然认为的柴油机或者是汽油机，而是液压马达。就是把刚才我说到的液压泵反过来一下，不是先让马达转起来挤压油液，而是把高压油液挤进活塞，让液体的压力能释放成活塞的动能，进而推动鞋盘旋转起来了。我看似没有用的知识又一次得到了充盈。所以记住啊，为什么挖掘机那么厉害？因为人家有2个心脏，一个柴油心脏和一个液压心脏，能不给力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为什么大型风力电机非要长得跟个奔驰标志一样，均匀的伸出3个叶片？为什么不能像宝马加到4个叶片，也不能像沃尔沃减到2个叶片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风力电机的有趣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它是通过将吹过器表面的风的能量截取一部分下来，变成让自己旋转的能量，进而带动发电机来发电的。所以关键就在于它能从风那里截取多少能量下来。换句话说，就是风能的转化有多高。为了尽量简单，我们来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假如风力电机在旋转平面上装的不是叶片，而是一整张密不透风的圆盘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它会将吹过来的风完全的挡住，于是风力就完全作用到了圆盘身上。那么风能也完全转化到了圆盘身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风能转化公式告诉我们除了作用在圆盘上的风力大小很重要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子存在，那就是通过圆盘的风速了。两者相乘才是转化功率。从这点上呢，我们就能看出来尽管圆盘把风力全给接了，但是却将风速完全给阻挡了下来。结果就是一个再大的数乘以0还是等于0，所以它必须要镂空一些，让一部分的风依然能够快速的通过自己，而让另一部分的风呢撞在自己身上产生作用力。这两者之间的最佳组合是多少呢？计算表明前者是2/3，后者是1/3时转化的功率最高。也就是说，吹过圆盘的风速降到了原始风速的2/3，而在这种情况下，风力对圆盘施加的作用力的比值则为8/9，两者相乘得出一个系数0.59， 59%。这个就是风能够转化到圆盘上的最大功率了，它叫做贝兹极限。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装着叶片的正常风力发电机上来。为什么通常它们都只会装着3个叶片，而不是4个、5个、6个，甚至更多呢？理由很简单，尽管随着叶片数量的增加，风作用于叶片平面的力也增加了，但是却让经过它的风速减小了。叶片数量越多，风速减小越大，直到最后变得就跟个圆盘一样密不透风了。其结果会怎样，我们在之前已经领略过了。所以看起来3片、4片应该是一个最适合的值。实际上4片的成绩还要略好于3片呢。可为什么现实中却找不到4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呢？因为成本，要知道每个叶片长达60米，为了保证它还能足够的轻、足够的强，在材料上是要下绝对的血本的。4片比3片在对风能的转化效率上高不了太多，但是价格却一下子高了很多。两个放在一起考虑了一下，人们还是决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方案了。那要是这样说起来的话，只用2片如何呢？岂不更省钱吗？这个呢，正好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讲到的部分了，它跟转速有关。如果你曾经观察过一台运行当中的风力发电机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叶片旋转速度真的是惊人的慢。从数据上看也是如此，每分钟只有7到12圈。这里能够直接拿来发电的水平显然差得太远，所以必须要加上齿轮变速机构，使发电机的转速来到差不多每分钟1500转的水平才行。但这个速度显然还是越快越好啊！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叶片转得更快呢？这是由2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其中一个是当叶片的旋转速度越高时，其对气流的阻塞作用也就越大。我们可以形象点来看这个问题当3个叶片转得不那么快时，在气流的眼里面看到的就只有3个叶片。当3个叶片转得快起来时呢，它一眼花可能看到的就是5个叶片了。转得再快点，那看到的叶片自然就更多了。最终又来到了密不透风的圆盘效果了。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阻塞的风越多呢，在叶片旋转面上的风速就越慢，风能转化的功率也就越少。所以结论就是，更快的转速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发电。对于每一个风速而言，都有一个对应的使风能转化功率最大化的最佳转速。这样的转速可以通过调整叶片的角度来实现。
另一个原因当然也跟物理有关啊，物体旋转起来之后会产生离心力，质量越大，转速越快，产生的力也就越大。这就对我们的材料力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在自然面前，我们往往败得溃不成军。所以正好就讲到了2个叶片的问题了。想要在它身上产生出足够的迎风力，就需要让它比3个叶片的同行转得更快才行。而一旦转快了，它就很容易把自己撕裂了。得了，还是就用3片吧。最后，我们再讲一点非技术项的问题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在我们身边呢，经常都可以看到风力电机的身影了，感觉它是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呢，确实如此啊。尽管目前风力电机装机数量最多的还是英国，但很快就会被我们国家反超了。沿着上海从北一直南下至香港，在这片跨越上千公里长的水域里面，我们正在建设全球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其产能将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是的，这就是我们面对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态度和效率，做的永远比说的更多。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哎，对了，这片海里面高耸起来的风力电机该怎么建呢？你想听听吗？二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7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1万公里的东海岸了。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29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5200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他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山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3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200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2架，当然后来变成了3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800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再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2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3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12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1943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E400。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2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8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2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3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2套动力系统，4台2250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2台2100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31米，直径3.5米，可以容纳3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秦岚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E400悄悄地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地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E40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2架、第3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30分钟。在那之后呢，E40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提起并回收它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秦岚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当然，除此以外呢，E40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8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5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两侧呢，装着2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中和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呐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E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意志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E400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先说战争进程山本56是在1942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1年之后呢，第一艘E400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E400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E400设计和生产的山本56的死了。1943年4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布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18艘减少到9艘，接着又缩减到了5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3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1945年。结果就是呢，甚至这其中的1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E400自身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30分钟放完3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E400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活靶子，全舰150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它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3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3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1-2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不用加油就飞遍全球？办法很简单给它装上核反应堆不就可以了吗？既然航母和潜艇上都能装，为什么飞机上就不能装呢？对可以嘛。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核动力飞机的话题。不知道你听了它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呀？总之我想到的前几个问题是，这核反应堆能缩小到塞进飞机的机身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飞机提供动力呢？然后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辐射会有多大？好，那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看吧。
实际上，早在二战刚刚结束，人类才刚刚真切地感受到原子当中蕴藏着的无限力量之后没多久呢，对于原子能的渴望就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用核电站来点亮城市的夜晚，要用核动力汽车载着老婆孩子去兜风，要用核动力火车装着梦想去远方。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民用，谈起来风花雪月，做起来呢步履蹒跚。但军用可就不一样了，效率那可就高多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核动力研发计划，并且呢都渴望着同一样东西，能够不停下来加油就直接飞到对方上空的轰炸机。所以把核反应堆装飞机上这事儿，人类早就已经干过了，并且因此诞生了2架轰炸机和2台核动力引擎，分别是美国的康威尔 NB36H 和苏联的图95 LAL， 以及装在它们上面的 HTRE3 和 NK14 发动机。我们稍后再分别来介绍它们。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装在飞机上的核反应堆究竟是怎么给引擎提供动力的。其实，只要把这2者的工作原理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先说核反应堆，它通过核裂变来产生热量，所以能够提供出持续而大量的热。核电站的做法呢，就是拿这部分的热去烧水，让产生的高温蒸汽去带动发电机旋转，进而发出电的。那么在飞机的引擎里面，核反应堆也是这么先烧水发电，然后再给电风扇供电，让它转起来的吗？这个我们就要结合飞机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来看看了。很巧，就在前2期呢，我们还仔细的讨论过。如果在座还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一会儿去补下课哦。飞机的涡轮发动机核心呢，其实就是要把从前方吸进来，并通过压缩机压缩之后的空气在燃烧室里面加热，使之从后面喷出，带动涡轮旋转的。传统的方式是要往燃烧室里面喷油，然后点燃这部分混合气体，使之上升到工作温度。你想想看，要是核反应堆参与进来，会接管哪个步骤呢？自然就是燃烧加热的那个步骤了，让从压缩机过来的空气以某种方式跟发热的核反应堆接触，不就完成了把它变成高温高压的炽热气体的目的了吗？哪还用得着烧水发电呢？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把原来的常规喷气式引擎改造成核动力喷气式引擎的，只需要保留前后隔开中间，插进去一个核反应堆的模块就可以了。并且呢，如果还是采用直接空气循环方式的话，就更简单了。什么是直接空气循环？就是指从压缩机进来的高压空气被直接接通到核反应堆的堆芯当中，一方面为堆芯降温，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直接的从这些燃料棒身上获取热量，从而达到原先由燃烧室来对空气加热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啊，因为没有中间过程嘛，所以热效率很高，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些跟燃料棒直接接触的空气在之后是会从引擎的尾部喷射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核辐射会随之大量的散布在大气当中，完全无法接受啊！所以与之相对，就有了一个叫做非直接空气循环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通过压缩机的空气不会直接接触到反应堆的堆芯，而是会与某种中间介质来做热交换。这些中间介质呢，通常是在密闭环境下不断循环于堆芯和外界的水或者是水银，它们将反应堆的热量带走，帮它降温，也将这些热量带给压缩空气，帮它加热。由于是在密闭环境下循环的，所以好处自然是大大降低了核辐射，但与此同时呢，也降低了热效率。1950和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据此思路都分别开发出了各自的核动力轰炸机。美国方面，通用提供了一台由接4气喷气式发动机改装而来的直接空气循环式核动力引擎 HTRE-3， 被装在了一架也是改装的康威尔 B36 上，起名 NB36H。为什么选这架来改呢？因为美军翻遍了自己的军火库发现只有这么一架是能够拖着 HTRE-3 起飞的。你就可以想象这玩意儿有多重了吧？它的裸重就有45吨，还没有算上一个由不锈钢和水箱组成的全包式屏蔽外壳。在起飞前呢，它会从防护森严的地库中直接吊装到 NB36 的炸弹舱里面。为了减少反应堆对机组成员和机载电子设备的辐射，机舱当中还应该要再加上厚厚的铅板才行啊。但是很明显要是飞机真的把铅板带够它自己也哪儿都别想去了，所以只能是在反应堆和成员之间装一个厚13厘米、重5吨的铅板。在成员舱那边呢，用11吨重的铅和橡胶混合屏蔽层保护起来。座舱玻璃也是厚达30厘米的含铅玻璃。
1955年9月17日，这架打开了核反应堆的 NB-36首次飞上了天空。紧随其后的是一架全副武装的 B-50，一方面是监控和记录从前方飞机中释放出来的废弃的核辐射剂量，另一方面呢是预防万一遇到坠机可以快速的封锁现场。这样的实验飞行进行了46次。那这台 HTR-13核发动机的表现过关吗？实际上，在这47次的飞行当中，没有一次是由它来给飞机提供动力的。按照军方的说法，他们只是在测试核发动机的屏蔽效果而已，看起来相当的谨慎。不过也亏好是他们相当的谨慎啊，因为没过多久呢，这台发动机是真的由于温度传感器的故障发生了一次堆芯熔毁的事故，太可怕了。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想想还是不要去承担这种没有太大必要的风险吧。于是肯尼迪总统最终在自己的任期仅剩1个月的时候终止了空中核推进的计划。再看苏联那一边啊，美国有了，苏联敢没有吗？于是同样也是在自家的发动机上改造，在自家的飞机上改造，黑科技的核动力飞机图95 LAL 便诞生了。装着核反应堆的也是炸弹舱，它是将一架图95 M 靠近机身的2台 NK12 涡桨发动机换成了专门设计的 NK14 核动力涡桨发动机改造而成的，前后也一共试飞了34次，大部分的时间呢，核反应堆是关闭的，开启的次数呢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么几次试验，充分验证了核动力飞机的可行性。据初步估算啊，图95 LAL 一次性能够绕地球赤道飞行80圈不停歇，前提是飞行员还没有死。被辐射死，跟美国的 NB-36H 一样，尽管在驾驶舱裹满了厚厚的铅板，但辐射剂量依然是相当的致命，所以最后苏联政府也不得不认怂，跟美国一样叫停了核动力飞机的项目。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咱们再来看看核动力飞机有可能伴随着可控核聚变一起再度变成现实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